上淘宝闪购，搜夏日拼团，外卖低至5折起。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。成长没什么不可以。本节目由3重真萃3地域户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。就算是个路人甲，谁也要翻身打。浪花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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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，谁不是个路人甲？谁又有资格评价？任他叭叭叭叭叭叭叭啦啦。上淘宝闪购搜悦享，悦享会员免费享1对1急送券。本节目由点外卖更优惠的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。成长没什么不可以。本节目由3重真萃3地域户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。听个段子电充好，感谢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，零下30度只多3分钟的比亚迪汽车赞助播出。轻松爆梗随口来，一口维他爽开怀。感谢真茶真柠真爽的维他柠檬茶赞助播出。土地有温度，美食有态度。感谢爆笑零食好 homie 10个晴天美食小铺赞助播出。我们盲盒抢金赛的下半场正式开始。都说有剧本，我摊牌了。等一下比完赛，一个直升机直接从天而降，直接接到我，把我甩到浪姐舞台上，我就一天。无人挑战，恭喜嘻哈直接晋级。我太梦幻了那个场景，我从来没在这么浓厚的学术氛围下见过奶龙跳舞。大拌菜、鸡胸肉、荞麦面，油醋汁酸酸甜甜那么一拌，那吃完哪儿7分饱啊？那10分的饿。聊到文理分科，一个弟弟小手一举，哥哥你是哪科的状元？哥哥是武状元。你看，拍招生简章的来了。最后一轮魔王挑战。我不爱江山爱自己，我披着备孕的皮行爱自己之时，霸道自己爱上我。不管你是男主还是女主，看见广告主就得给广告主子请安了。节目组为了能够拍到我真实工作的一天，在外面租了个办公室让我去上班。这个请假理由是太难写了，领导我想上外面上1天班啊。知道209票，挑战成功，下半场精彩继续。欢迎大家回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，欢迎大家。我们第1赛段盲盒抢金赛最后半场的比赛开始。再次欢迎我们气氛组组长，以及马上就要在这2周看完100多段脱口秀的陈鲁豫老师。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，点外卖拼团更优惠。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，笑点稳稳接住，成长稳稳守护。感谢让宝宝成长有底气、上场有实力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。这一赛段叫盲盒抢金赛，我们也把热情给到马上要出场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开场不容易，这句话说了好多次了。这位朋友虽然是老演员，但他第一次在节目中为大家开场，所以对他来说也是全新的挑战。当然啊，你们对他很熟悉了，这是我们喜丹客厅的女主人，掌声欢迎七七。已经上节目了嘛，跟大家说句老实话，我已经不想再突破自我了。我现在就想找一些认识我的观众，然后爱我。我是真的好想要粉丝啊，要那种真正的粉丝，能理解我吗？不是那种说我好喜欢嘻哈，我好喜欢大宅，七七也不错。我不要这种，我要那种会说黄渤跟七七比起来也是略逊一筹啊。我就想要这种无条件的维护和溺爱，因为我被骂过。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和嘻哈还有于翔宇一起主持了爱奇艺尖叫之夜，已经过去半年了，还在尖叫。就是
我们那一天啊，因为主持的不好被骂上了热搜。我本来那天可高兴了，你们想，我见到那么多娱乐圈的真帅哥，那我平时都是跟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会被骂。就你们想想，那个场合全是明星和他们的对家，谁顾得上骂我呀？那个热搜骂的都是尖叫之夜主持人，因为不知道我们分别都叫什么名字。刚开始知道被骂的时候呢，还是有一点喜悦的。娱乐圈嘛，被骂也是一种在乎，但是就不能只在乎我嘛。好想要那种指名道姓的黑热搜啊，一系列的那种。首先是愤怒，说七七凭什么？然后得出答案，七七资本。最后盖棺定论，七七爱奇艺长公主。OK， 我当时还为了自己蹭热度发了一条视频，那个评论区特别的有意思，主要分成3类，一类就是问我们家哥哥到底有多帅啊，掉身上香不香，香不香？我说倒是没有刻意去闻，但是感觉是香的啊，主要是也不让我去闻。第2类呢就是好奇，问我你的口红色号是什么呀？避雷。当然最多的就是批评嘛，批评我普通话不标准。我那一天太紧张了，我把张若楠说成了张若兰。有些人都没听出来错在哪儿。呢了不分了，我当时好慌张，只能用那句经典的话安慰自己，我说没事的，只是犯了一个所有南方人都会犯的错误。其实呢，还是在这边一片混乱之下，还是有一个粉丝在帮我说话的。然后我就发现，我们脱口秀的粉丝啊，就你们这帮人，活得太理智了，好没有战斗力。别人说我不配当主持人，我的粉丝说那也不是他要去的。是爱奇艺叫他去的。对。我说你骂他呀，你攻击他呀，而且别再那么说了，本来就是我非要去的。我真的不懂，为什么爱我爱的这么客观？能不能爱我爱的失去理智？你爱的是非不分，你爱的胡搅蛮缠。你就说七七的普通话没有问题，他就应该叫张若兰。虽然我们对外都说粉丝的爱太盲目，但谁不想要盲目的爱呀？只有黑灯的对象要到了。一个非常高级的内部梗。而且我当天在尖叫之夜，我也非常的努力，一直在媚粉。没有粉啊，就硬媚嘛，反正。当时那个观众还趴在那个围栏上，他们手上的东西会掉进来，他们捡不着，那谁去捡呢？当我去，不是因为我人好啊，千万不要误会，不是因为我人好，是我希望他们觉得我人好。其他明星还在耍大牌，我已经开始耍花招了。主要是我对我自己的人品啊和人性极其的没有信心。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爆红了，我也会耍大牌的。我就是想提前做一点好事对冲一下，这样的话，如果以后我有什么丑闻的话，我想这几个人会帮我说话的。他们会说不可能的，琪琪是一个好人，他帮我捡过包哎，他不可能偷税漏税的。我的朋友特意叮嘱我，他说如果你要讲这个梗，你以后就绝对不能偷税漏税。我说怎么？不讲就可以吗？都不可以呀！我是不会干这个事儿的。我现在已经明白了，很多事情就应该在爆红之前提前做到。我现在每次捐款都截图，先不发，
存在相册里，相册的名字叫“红了再发”。所以我当时跟于小雨2个人站在那个外场啊，我看到有东西掉了，我马上就走过去捡。就这么捡了2个之后，开始主动叫我过去捡了。我当时真有点不高兴了，我说我想演的是一个好人，不是一个好使唤的人。我就把我的小耳朵闭了起来，假装没有听到。结果于翔宇走过去捡了。我当时好生气，我说你偷我的花招！我也只能赶紧走过去捡。那一天怎么讲呢？像提前步入老年生活，跟旁边那个老头啊抢东西捡呐。那天我这么努力，得到了什么呢？得到了骂声。不过好在啊，他也没有被夸呀。说实话，我今天讲这些阴暗的小心思，其实我是很担心，我怕你们讨厌我。但是我后来想，管他这那的，我就是觉得真实比正确更有意思。而且我相信那个粉丝肯定会帮我说话的，他肯定会说，那也不是他要讲的，是爱奇艺让他讲的。对。谢谢你们粉丝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七七，喜欢七七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投票。哎呀，开场怎么会这么紧张呢？他们看起来都好镇定自若呀。那你开的挺好的，很好啊，一下把大家都感染到了，这就是你的客厅，对不对？是。其实我听到题材的时候，我还有点担心，因为讲一个自己参加咱们叫娱乐圈吧工作，然后又一个小事儿，我就担心会不会，比如观众觉得太小了或者怎么样，但讲出来好像效果很好，而且这个心态很有意思哈。啊，我不觉得小，我觉得多好玩。这个上台我就跟着他乐，一直乐到结束。又是在下半场，一个高能量啊，这个高浓度、高喜剧啊，我觉得特别好。谢谢。刚才黄渤老师说话的时候，七七这么看着，那你说吧，我听听。我是那个想听您的指教，我是。其实就是刚才讲了一半，那就是我们说说问题哈，就是啊，哎呦，突然变得诚恳了起来，啊，没有问题，很好。哦，原来你是在开玩笑啊？对，我知道那问题也不是你想有的，是平台让你有的，对。你还看后面那句，对。黄渤老师，现在你是我的大粉头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嘞。哎呀，太倒反天罡了。就他天天在网上说，哎呀，这黄渤比七七还是略逊一筹。这是我第2次见七七哦，我觉得七七线下跟线上一样，是一个能量特别强的一个女孩，而且非常的漂亮和性感，这点非常好，接到。这好多事儿就得看当事人的反应，这差一点就变成一场骚扰了。刚才他表现的我觉得非常好，因为你要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会说论迹不论心，就你看到我做的是什么，我剪起来就够，但是我剪之前那就是戏剧，那就是一段情节，那就是一段内心独白，那就是喜剧。你懂我，鲁豫姐。你都不知道，我们几个女演员在后台就说：“哇，好想被鲁豫姐点评啊！”我懂你，你懂我，你真懂到我了，我真感动。那他只想被鲁豫姐点评，我不说了。来，七七，使出你的。我们在后台男演员都说了，好想被那个思纯姐点评啊！好了，别编了啊！我昨天在那个电梯口碰到七七，我说你真的好漂亮，因为我看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好漂亮。我其实从小就觉得自己漂亮，但是我以前不敢说，因为怕被人嘲笑嘛。说出来。对，我现在就是确实我觉得我自己很漂亮的，是吧？啊，大家都一样。我总觉得你的那个尺寸特别神奇，就是它其实多一点吧，会有点油。但是你少一点吧，它又不够，你就正好卡在那个最合适的位置，你就把你的可爱和你的真诚全部都奉献出来了。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，但是可能这是你天然的一个天赋。你说的那个观点我也特别喜欢，就是其实真实比正确更重要。更有意思更重要的话，我怕不让大家觉得我在说教。对，更有意思的话就是很巧妙，就你说那个是的。那我问问七七，那个大林点评你想听吗？当然
都是老朋友了。我是先提出这个会客厅这个概念的，因为他特别像是真的在家里头，这就像家人一样。然后他回来给你讲我今儿怎么样，哎，他不管讲的是什么样的事儿，是你要放在一个特别客观的平台，可能有人说，哎，这人怎么这样？但是只要七七说，我们全盘接受。啊，你是这么一个有魅力的人。是我最近也是决定要利用我的这种天赋，讲一些可能其他人不太方便讲的一些心理的阴暗的小活动。我准备坚持这个喜剧风格，要黑化了哈。对，酷坏女人今年的人设是。他太厉害了，七七可以把这个舞台演绎成他自己的客厅，把观众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舞台，而不仅仅是他自己身上。所以我觉得他把这个场开得非常漂亮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多强。七七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场，也是一个精彩的演出。那难题丢给备战间的朋友，有没有人会向七七发起挑战？请看大屏幕。两位朋友向七七发起了挑战。因为前一天我在酒店碰到了七七，我非常焦虑。七七和我说：“你别焦虑，你要是谁都不敢站的话，你就站我，我会把场子给你开得很好的。”因为她是我们俱乐部最先上节目的嘛，觉得一姐上去开个场，开得挺好，让我们这些后进俱乐部的演员很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。我心跳正在为我鼓掌。接下来要上场的朋友是一位新人，他看起来啊，可能也是活泼无害的那种。但是他经手的那些事儿，经常有时候啊，人命关天。到底为什么？有请来自高校喜剧的巴拉。大家好，我是巴拉。作为一个新人啊，今天也是主要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的工作。朋友们，我是一个妇产科大夫。实习的，我知道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大夫，就我这个样子，朋友们，出现在医院里，没有人叫我大夫的，叫我什么的都有，他们叫我美女，小姐，护士，叫护士的最多。每天我出现在医院里，看见我就是，哎，护士，护士过来换药，护士拔针，你知道被叫多了吧，我也会有一点不高兴。然后有一天我就跟那个患者说，我说我不是护士啊，你不要再叫我护士了。那个患者吧，他其实他很有礼貌的。他只是不知道怎么称呼而已，他就开始措辞，他说：“真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服务员。”那朋友们在医院里，你见到一个女大夫，你就叫她护士；见到一个男护士，你要叫他大夫，是非常常见的事情。就经常我一个人在诊室，那个患者推开门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和我说：“这咋没有人呢？”我说我刚刚是累死了吗？看不见我，谁强调都没有用。我有个很好的朋友，1.85米，骨科男护士，很帅，每天就被患者追着问病情，然后他也很真诚，他和患者说，他说我不知道，我是护士，我不是大夫。那个患者也很真诚，跟他说，没事儿，过2年就成大夫了。朋友们，护士过2年成不了大夫，他过2年能当护士长了。你就从来没听到过有人跟保安说这保安干得真好啊，过2年能当警察。保安他过2年当不了警察，保安过2年他能当喜剧之王啊他。在妇产科实习确实挺难的，面对孕妇和家属，他们会想知道孩子的性别，这规定就是不能说嘛，我嘴也非常的严，但是他们就是能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翻译成性别。就有时候我都开始怀疑，我说是不是我们妇产科说的就是小语种啊？妇语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因为网上有篇文章叫《那些产科黑话》，你听懂了吗？常见的啊，就是蓝宝宝男孩，粉宝宝是女孩。我看了这些文章之后，我再去见孕妇我就很紧张。我在诊室我都不敢喝水，我一喝水，他说大夫水，大夫喝水，哎，大夫你那个水杯带把。啥意思？我说，要越紧张话越多，话越多他们越能解读我啊！我大点声男孩，小点声女孩。我这孩子心跳真有劲儿，男孩；我这孩子真乖不乱动，女孩。我说行，
我不说话了。他说大夫都不说话了，肯定是女孩啊。有点生气，我说你不要再问我了，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？他说大夫说生男生女都一样了，肯定是女孩啊。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啊，就是我能找到的那些办法只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。比如他问我，他说大夫是蓝宝宝还是粉宝宝呀？我说不出意外是那个就是黄宝宝呢。那种人拿个四维图过来问我说大夫你会看吗？你能看出来是男孩女孩吗？你会看吗？我说我不会，我是护士，其实我是服务员。因为我工作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嘛，我很想知道，就是现在还会有家属问这种问题吗？我还特意的给我老同学打了个电话，他说今天还有人在问他是该买裙子还是该买裤子，买纸尿裤啊！我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，买裙子还是买裤子，这是孩子出生前的必需品吗？你真的很着急准备吗？你要真着急准备，你怎么不买学区房呢你啊？还有那种骗我的，我最讨厌的就是骗我的。他又跟我说大夫，我那个什么，我重女轻男啊，想要女孩，是男孩我给他打掉，能不能告诉我？我说你想打掉谁我都不能告诉你啊。就那孩子爸爸有点生气，说大夫，那我媳妇到底怀的什么？怎么样你才能告诉我？我说怀的3轮车我就告诉你。我和我的好朋友吐槽我的工作嘛，然后他说他妈妈当时怀他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一直问大夫，然后但是大夫就是保密，一个字儿都没说。但是听说怀他弟弟的时候，大夫给了一只袜子。为啥给一只袜子呀？我说你弟弟是12月25号出生的呀。然后他要跟我解释，他说就是如果怀的是男孩的话，大夫就不用那么保密，手边有点什么就会给你点什么。不，那大夫手边为啥有只袜子呀？大夫脚痒脱下来放旁边。你爸也真敢拿呀，要我可不敢啊。他说我其实会羡慕我弟弟，出生前就有大夫给的东西，不像我出生前大夫就保密，什么都没有给我。我说给了，我说大夫保密，就是给你一条命啊。我是这样觉得的，就是他如果真的只是好奇，随便问我一嘴，我觉得没有什么。但是如果他一直追问，想方设法的知道孩子的性别的话，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。我是大夫，我知道这是个女孩，但朋友们，我也是个女孩，所以他们每次问我的时候，我都会有一点点难过。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他们孩子的性别的，只有一种情况我会说，就是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我会说，恭喜啊，是个女孩。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巴拉。谢谢巴拉，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巴拉。是紧张还是激动，还是都有？有，恭喜你啊，这位女孩。谢谢你们。那要不让她先缓缓，咱问问这边这位巴拉。为什么叫巴拉啊？确实是因为很喜欢黎巴拉，对黎巴拉这个角色，然后给自己起名的时候就选择了这个名字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以后我也会变得很有名的。他有来看我电影的首映，但是你跟今天完全不一样，今天你特别像一个女爱豆，闪闪发光的在台上。你说脱口秀多久了？3年了，3年。哦，就是我觉得你做的很好的是你很完完整整的，然后很悠悠哉哉的跟我们说完了这个故事。您这个台风可不像是刚说3年的。啊，谢谢你，真的，而且这个好几个就挺大的包啊，还是处理的特别好。哎，那我特好奇啊，那您之前这工作其实和爱说笑话什么的，这有密切联系吗？就您原来在科室里也这样吗？不，我原来是完全不能讲这种开玩笑的话的，因为我以前主要做的工作是遗传咨询，就是我要告诉那些产检有问题的。对，所以我其实是看惯了很多就是孕妇啊家属他们哭的样子，然后搞得我自己也很压抑。我觉得我不想看大家哭，我更想看大家笑，就选择了去讲脱口秀，而不是继续在医院工作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也替脱口秀谢谢你。
有过那样的经历哈。中国这个传统也确实是我也是完了以后，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哥给我打电话说怎么样，黄渤生了小子吧？我说是个女儿啊，没事儿没事儿啊，不是没事儿是什么意思？也挺好。因为一上来我以为你是一个新演员。我说我的天哪，这厉害啊！这要是一开始出来就是这个水平，那还了不得。以后你应该会更好的，应该会很有名。我觉得他讲了一个是非常严肃，甚至有一些残酷的话题，但当他把这个问题呈现在你面前，说你明白生活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，但是还好巴拉他的样子青春阳光可爱，还好帮我们消解了一下他的残酷，让我们还是能够很畅快的笑出来。所以我觉得是一段非常棒的表演，谢谢巴拉，谢谢巴拉，谢谢。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他也来自大家非常熟悉的俱乐部喜翻喜剧的新人。他的介绍词很有意思啊，咱们在座的每个人几乎都是东亚小孩，但他不一样，他是个东汉小孩。我们掌声听听怎么回事，掌声欢迎杨仔儿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杨仔儿。谢谢大家啊！我是一个建筑师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建筑师之间一般相互称呼，特别喜欢叫别人什么工是吧？对。像张工，我们公司就这么叫，就连我们公司养的狗都叫黄工。多么具有狗文关怀的公司！我本人也姓黄。为了避免重名，他们叫我大黄。我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姓，你说我为什么非得跟我爸姓？也没有人认识他。但我爷爷的名字大家应该都听说过，黄忠。显然啊，我的爷爷不是五虎上将的一员，当然也不是一名射手。这是我的爷爷给他自己改的名字，但改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看完《三国演义》，最崇拜黄忠。哎，我真没想到改名这个行为在我爷那儿，他能成为一种应援方式。问题是，我爷他本来姓张。能明白吗？就实际上我和我爸全跟了我爷偶像的姓儿。你们要知道，历史上真正的黄忠是没有后代的，我爷给人家续上了。我感觉我爷当时抱本书在那看着看着，突然一拍大腿，黄忠，太帅了！我要给你生孩子。当时我爷随便把自己姓给改了，家里人也没有反对，因为我爷这个人他没有生育能力。就是我父亲的亲爹其实是我爷爷的哥哥，啊，这个能捋明白吧？这里说的哥哥指的不是黄忠啊。家里人看他也没法传宗接代了，实际上根本就不在乎他姓啥。就在家里人眼里，你生是老张家的人，不生就不是了。现在看来很荒诞的观念，你没有生育能力，就没有性张力。我的爷爷不光给自己起名很随意，就连我的曾用名黄锦言也是我爷起的，名字本身很普通，直到我爸告诉我，我爷的父亲叫张锦言。正常人谁给孙子这么起名啊？郭麒麟的孙子马德刚。
说是我爷特别喜欢谨言这个名字。那我问我爸，为啥你没叫黄谨言呢？他说因为那时候谨言还活着。有一个这样的爷爷，就导致我对那种传统的宗族观念没有什么感觉。小学的时候，班里有个同学总跟大家显摆，我家家谱最上面，岳飞，大家都觉得哇好厉害。就我感觉，那不定咋回事呢，那个。没准就是咱们两家老祖宗当年看了不一样的书而已嘛。岳飞能咋的呀？黄忠放学能来接我。而且现在有时候看网上一帮人在那吵，孩子到底应该跟爸姓还是跟妈姓？我寻思是争什么呀？只有这两种选择吗？假如啊，我是说假如。我的父母是雷军和董明珠，那他俩有必要争一下。你要是孙富贵和董明珠，还有什么争的必要吗？我不仅想姓董，我甚至想姓董明珠。那我还叫什么杨崽儿啊？我就叫董明珠崽儿。但我爸就是一个普通人。可是他依然保持着那种传统宗族观念下对自己姓氏的自豪感。我爸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咱出去那可都老黄家人。”我不知道他在骄傲什么。因为咱老黄家不就咱仨人吗？而且咱也不是那正经老黄家人呢，咱不属于是那乡黄家人吗？咱们。如果我能选择自己的姓的话，我肯定不想跟我爸姓。我也不是嫌弃他，主要既然我爷的姓是这么来的，那咱家这个姓它真没什么必须得往下传的必要。那别人家传姓传的都是香火，咱在这传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粉丝灯牌。我感觉咱家生孩子，孩子那姓就应该先空着。咱就无性繁殖。孩子姓啥就看孩子喜欢啥，多好，一家人百家姓。我爸也有自己的偶像，但凡他再多那么一点魄力，现在我家黄忠的儿子邓丽君。你看我爷生不了，他就不在乎自己姓啥；我爸能生，他就会在意这个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生，但我爸曾经跟我说过，我没准有可能也没有生育能力，有可能是咱们家这一支基因里面就带这个。我寻思啥意思？咋的？没有生育能力还能遗传呢？啊，骡子还能生出骡子了？我没有去查过，但我女朋友前段时间去算命，带回了2个关键信息：一是大师说你现在的男朋友是你的正缘，二是说你一生无儿无女。我寻思这样的话，我也没有必要在意自己姓啥了。我可以姓张，也可以姓黄，我甚至可以姓一匹来自北方的狼。老有人说孩子跟爸姓是因为父权，我觉得姓啥这个事儿，子孙也该有子孙的权利。啊，我支持孙权。稍等，还差一句。再问我和我爷黄忠什么关系？各为其主。所以谢谢大家，我是黄忠的孙子，周瑜。
请走票。哇吼！恭喜你第一次来到舞台上就拿到这样优秀的成绩。谢谢。要向各位说明的是，有演员达到200票，我们就会开启金牌挑战。杨仔是第一位在表演过程中就征服了至少200位观众的演员。咱们问问这边的老黄。对，他一开始说了第一个黄，我就愣了一下啊。首先不得不说，这个稿子我觉得一个废字儿都没有。对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真严谨呢，这是照着文言文写的，真确实他非常这挑不出来一个字儿的废话。这就是一字千金那种啊，非常而且是个新演员。今年是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嘛，然后我现在讲脱口秀大概是4年的时间。哦，厉害！谢谢。我替我们老黄家高兴一回，你看，得亏你姓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爷这名儿没给你白起，你知道吗？谢谢。马德刚的爷爷，好背德。对不起。好刺激，好喜欢。我就一个问题，既然我孙子叫马德刚，想必我的偶像是马思纯吧？那郭麒麟的偶像。哎呀，真是他说的好荒诞啊，就是。然后我就开始琢磨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这琢磨我爸的偶像是谁。然后我又在想，哦，又来一个爷爷，比徐德伦更有名儿。太好了，就真的像黄渤老师说那个特别精准，一个废字儿没有。就是你这个稿子那个打磨了多久啊？应该是25年7月份的时候开始写的这个啊。那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他天然是个荒诞嘛，因为很多东西是真的嘛，这个很有可能是大家最容易开始那5分钟，结果这不是你的第一个5分钟。对，谢谢。对，而且我想说，你的好多观点让我觉得特别自由，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很多东西，不光是父母给我们的，我觉得就是又奇特又很自由的一个表达。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演出。你知道他刚才那一段充分说明了脱口秀是一种多么先进、多么应该被更多的年轻人拥抱的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。因为如果我是老师，学生们来看这一段吧，那一段你就刚才上了历史课、语文课，你还顺便学了生物课，以及提前补了一些关于社会学、伦理学、哲学的课程。所以，热爱脱口秀吧，年轻人们！谢谢卢宇老师。其实我特别紧张，我手一直在抖，我感觉我脑子完全就不转动了，但是在台上啥都想不起来，就他们说啥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谢谢。完全超出预期。我对弟弟其实没有预期，我觉得弟弟怎么样都好。他今天一直在上面演的时候，我觉得很骄傲。我第一次在1v1的对决当中看对手，看出了一种姨母笑。因为杨仔已经达到了金牌的挑战标准，很遗憾要让七七和巴拉暂时先前往待定区，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2位的成绩。我说这杨仔这个今天的现场效果这么好，他段子非常好，这没有问题。现场效果这么好，也有一部分功劳是七七的开场确实很不错，巴拉的表演也非常好。我觉得好的一场脱口秀表演就是这样，一浪高过一浪，一浪高过一浪。那我们先送2位前浪去这个待定区。杨仔为我们开启了下半场第一个金牌环节。备战间的朋友，难题来了，你们现在重新有机会向杨仔发起挑战，赢的人会带走这块金牌，请看大屏幕。墩儿要挑战崽儿，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去年也曾经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自己做老师的经历。今天他要讲的是自己的家乡，我们掌声送给墩儿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墩儿。我呢是在中国台湾出生的，
7个月跟家里人一块儿搬到北京了。而且在小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妈在家里边她还是会讲台湾话，然后会讲些台湾口音，所以大家也能听得出来，咱们这个台湾口音就是说倍儿地道。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讲话是北京腔。哎，之前我带我爸妈去逛胡同啊，现在胡同里面就北京那种胡同里面很多卖吃的，然后我妈看到那个卖糖葫芦那摊儿就很开心，她一看到就说：“哇，现在糖葫芦怎么这么多种，怎么这样子？”我说：“都一个味儿，你凑合凑合吃吧。”我听了我就很烦，然后那卖糖葫芦那大爷他突然跟我急了，他说：“姑娘，你一个本地人，你带台湾的团啊？你有没有觉悟啊？什么素质？”我说这是我妈行吗？他说：“姑娘，咱们姿态也不用这么低。”那观众朋友的最终选择是，请看大屏幕。祝贺杨仔儿取得了这场对决的胜利，我们也把掌声给墩儿。很遗憾，按照规则，我们要先请你前往待定区。杨仔儿，请前往晋级区，并且领取属于你的金牌。有红包，买杯奶茶。又有红包，我要点牛排、披萨，还有炸鸡。这就是资本吗？她不会真是爱奇艺长公主吧？有这么多红包，淘宝闪购、悦享会员，怪不得每月都有免单，点外卖还能优惠不少。原来不是爱奇艺长公主，而是优惠不断、红包满满的淘宝闪购悦享会员啊！上来就是一场3+1的对决啊，很精彩。那比赛继续，演出继续。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这是疑似德云社的烧饼流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位小姐妹，我们掌声欢迎喜单舞台上那个小开水壶精月明。去年来了一趟啊，第1期的时候讲了我跟我男朋友的事情啊，我男朋友叫阿成啊，不是刘仁成，不是刘仁成老师啊，我说，我去年说他喜欢粉色，爱哭，很白，没有头发，他不是一个传统的男性。当然了，在我们家的家庭分工也不是那么的传统。我们家我是负责赚钱的那一个，他负责操持家务。就我煮外，他煮饭。不是我逼他这么干的，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第2个月，他就成为了一名全职的脱口秀演员。就他失业了，但是他做全职的脱口秀演员，他赚的也没有我多。因为他不好笑啊。之前也有脱口秀夫妻是这种组合啊，就是赚钱的妻子啊，上铺的他啊，然后他们就离婚啦。离婚这么高兴干嘛？其实阿成看到这个事儿，他不高兴，他焦虑。他说：“媳妇儿。”你之后也不会跟我离婚吧？我说怎么会呢，宝贝儿，怎么会呢？咱压根儿也没结。而且他总说，那你看我赚钱少，他们不会笑话我吧？我说谁能笑话你呀？谁知道啊？谁还能当着一群人面在那喊阿成挣的没有月明多，阿成挣的没有？谁能啊？我肯定是不能。那有一次他喊我，他说媳妇儿你过来帮我一下，我当时火腾就上。我说啊，
苦苦在外面赚钱，回来还得伺候你。凭啥凭？他说你过来帮我尝尝我新做的锅包肉怎么样？我说哎，这就一道菜需要帮忙，我能多帮2道。其实我俩现在过得挺好。但是最开始并不是很顺利，我妈并不是很希望我俩在一起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她赚的比我少，再加上一些亲戚朋友啊，给她吹耳旁风，就说那男的赚的少那行吗？有些人得当断则断。我妈听进去了，我说妈，你别听别人说什么，阿成真的很好，你不信你自己过来看看，你过来考察一下。我妈来我家考察5天，这5天阿成大鱼大肉给她做，我妈1天考察3顿。有时候半夜也烤肠，有时候也烤肠，也烤馕啊，烤肉啊。那5天考察的很开心呐，但是我妈没有把亲戚的话忘掉，回老家跟亲戚当断则断。我跟阿成在一起久了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就是做家务这个事儿，其实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好的，做都能做，但是做好它需要一定的天赋。你就像我在家，我也会洗衣服、拖地、做饭，阿成就会洗我洗过的衣服，拖我拖过的地，倒我做过的饭。有一次他生病了，病得很严重，我就看他我也心疼，我说做点热乎的啊，让他好得快点。我打算给他做疙瘩汤，疙瘩放多了，没汤了。我把那一坨给他端上去的时候，他说这是什么？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。他说这怎么吃？你告诉我怎么吃？我说你要不温水送服一下，要不。他那1天都没下床，他唯一一次下床就是把我那锅疙瘩汤给倒了，顺便点了个外卖。后来他也不让我做饭了，因为他说我一做饭他心里就有块疙瘩。阿成有时候做饭，他很喜欢做饭，他做饭真的很好吃，圈里人都知道。他也会把自己做好的饭发到网上，希望大家能夸夸他。当然，大部分朋友是非常好的，一直在夸他，但是有一个。就那一个，你在那留言，你都不知道他咋想出来。他说：“哎呀，男的还是不能下厨房，毕竟君子远庖厨。”我说：“你要么多看点书，你要么少上点网，对你都有益处。”首先，君子远庖厨，他就是意思是君子不忍看杀生，他不是男的不能下厨房。再一个。阿成他就不是什么君子，他是个秃子。他做的饭好吃、营养、没头发。连他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，你个喷子！气死我！但是我也能理解这种人他为什么这么说啊，因为在他的观念里，他就觉得做家务就是没有赚钱厉害。你要说一个人哦，我有公务在身啊，觉得大老板，赚大钱。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我有家务在身啊，听起来确实有点命苦。但是阿成不这么觉得，他觉得做家务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。尤其是我每次出差回到家，他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你不在家的时候，这个家多干净啊！”我也不反驳，确实埋汰了。但是我其实他说的时候，我是很幸福的，因为在我们这个家里，阿成他就擅长做饭，那他就做饭，他就快乐；我就擅长赚钱，赚钱我就有成就感，而且我们俩都觉得自己赚到了。当然我赚的多一点。毕竟我赚的钱里有一半是笑话他的钱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月明。谢谢月明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
今年的很多就去年来过的老朋友们都特别的，就怎么这么自如啊？其实就是上场之前都很自如，上场的时候就大脑一片空白。啊，是吗我？真的很紧张，就是我现在还是很紧张。那你这么紧张还演这么好，你不紧张你得演成啥样啊？你我不紧张，我上天，我得跟嘻哈肩并肩。哎呀，我觉得这特像那种那个像素游戏里头那个小人儿，就是对，就我不知道这个跳跃键在哪儿，感觉他一直在这儿，特别活泼。没有，因为在缓解紧张，确实很紧张。岳明好可爱，怪不得阿成这么爱你。谢谢。但其实我每次讲这种题材，我还是有点就是担心人家觉得我秀恩爱什么的。我觉得你没有光在秀恩爱，其实你说了好多，就是我觉得应该传达的东西。擅长的人做擅长的事情，我们不应该被这个社会的刻板印象说哦，男的该怎么样，女的该怎么样。对，我想说的就是这个。对。撒还是撒了的，撒了满地的疙瘩汤。就是听完了以后，这俩字羡慕。谢谢。观众缘特好哈。呐。其实是非常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因为我其实，在后面我真的又疯了就是你们太热情了，就把我兜住了，然后我就放松下来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觉得岳明太好了。首先，我想说，岳明今天穿的特别像他做的那个手杖。你看我的手杖，谢谢陆毅老师。我一直以为手杖真的是个账本儿，然后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这个就是手杖，那么好，你做太好了。因为我特别喜欢做手工，就是你看我天天咋咋呼呼的，但是我其实是个很内向的小孩。今天的表达，我就特别高兴。他的表达就是谁煮哪儿都不重要，对，重要的就是在家里面的工作也要被看到。对，而且是谁想做什么，谁适合做什么，谁可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。对。所以人生不是用来打破什么，而是直接要站到那个你该站的位置。其实就是最好、最快乐、最舒服的一个状态，就是那个是最舒服的状态。还有，我真的觉得可以秀恩爱，因为生活是值得大书特书的。因为不是表演恩爱，是在展示一个本来就存在的东西，美好的是可以分享的。所以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美好。谢谢。这个衣服是你自己做的吗？不是我自己，但很有我的风格。这是服装组老师画在上面的，就很用心。谢谢服装组的老师们，把你的内心外化了一下啊。对，我本来之前也干幼师的，这确实是很。他们说我的服装风就是那个服装风格就是幼师风啊，这种啊。特别好，他讲段子风格也是有点就是打引号的充满童真，因为他哪怕在吐槽，他整个段子里没有坏人。就因为特别担心把阿成塑造成立一个故事里的反面角色，没有俩正面角色，生活的贼开心。我就像看了一个小动物演的动画片一样，就是特别好。因为我怕下去他哭了，还得哄你，没办法。我最开始想写这个段子，就是因为我发现好多人都说我在家干的活是男人干的活，然后说阿成做那些活都是女人做的活。洗脸池堵的。来，看着。我们家其实没有什么男人的活女人的活，就是谁能干啥就干啥。阿成就是恐高，他就是换不了灯泡，那我就换呗。我觉得我跟阿成我们俩这种家庭分工，可以让人更清楚的知道，有些东西它不是按性别分的，它是按能力分的。难题交给后边的朋友吧，会不会有朋友向岳明发起挑战？请看大屏幕。首先要上场的，他来自笑麻俱乐部，来自东北，他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东北往事呢？掌声有请川池。朋友们晚上好，朋友们晚上好，我是川池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简单介绍一下自己，我是川池，是一个黑龙江人，来上海这边生活2年了。但我刚来上海的时候，还是有一些底气的。我爸把我们家之前住的那个老房子过户给了我，跟我说这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，一直等着这个房子拆。当年划成危房的时候，我还跑去看，有人在墙上画圈写了个拆，
我后来再去的时候，拆字都掉色了，房子依然健在。我说那咱们画这个拆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是你们画完之后让我们这些居民自己拆吗？怎么咱们这个拆迁政策该不会叫做你画我拆吧？我都有些神经过敏了。我到上海之后，他们跟我说大城市的市中心都叫什么 CBD， 我说 CBD 我知道，我拆不掉，对吧？我真觉得那个房子可能在20年前就该拆掉了。它是那种东北最原始的平房。我小的时候问过我爸，我说爸，为什么咱家周围都是楼房，就咱家这一排是平房啊？我爸明显要敷衍我，但在给我的敷衍中透了那么一丝哲学。他说平房怎么了？那平房它就是横过来的楼房。我说人家楼房上下楼都有电梯，按你说的，咱家屋里为啥不通地铁呀？我觉得是东北的父亲需要在孩子面前表现的坚强，所以我爸的嘴就特别的硬。他甚至跟我说你长大之后可以去北京看一看，北京的市中心也都是平房。真的，在跟我爸聊天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故宫算平房。后来划成危房之后就住不了人了，搬了出去，那个房子一直空着。直到我来上海之后，我爸说把那个房子租了出去，租给了卖啤酒的当仓库，可以补贴我上海的生活费。我问了一下，每年足足能收上来1200块钱，平均每天3块2毛5。也就是说，这房子每租1天呐，我就可以在上海借半个小时充电宝。还补贴家用，我都不敢多用，万一哪条是忘还了，1个月房租干进去了。我跟一些上海的朋友分享这个事情，他们都不太相信。他说，在上海的一些地方，1200，你可能只能租1天的房子，在你们那儿能租1年。他说这种差距，他只在《西游记》里见到过，天上1天，地下1年。就感觉现在我回家的时候都不应该叫回家，应该叫下凡。但1200一年，我们这个房子租的也不是非常顺利，因为那个房子年久失修，岁数太大了。去年过年的时候，大铁门自己忽然塌了，砸碎了人家10几箱啤酒，赔了2000多。我赶紧跟着我爸跑到现场，我爸看着满地被砸碎的啤酒瓶，他发出了一声让我钦佩的感叹，他说：“这幸亏没租给卖白酒的。”那天我真的觉得我爸对那个房子失去了信心。他赔完钱之后，看着撒了一地的啤酒沫子，一个人蹲在角落里就捣鼓，说这房产还真是一地泡沫啊。讲完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传驰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这个大林，咱们东北赛道又来新朋友了。是这个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就是做脱口秀编剧的。川池是我们的脱口秀编剧，给节目其实这2年一直都在帮助大家改稿子什么的，给另一个节目也一直在帮助改稿子什么的。你得把地段炒起来，这房才能值钱嘛，那肯定是。那今年您是怎么打算就从幕后转到台前来了？本来也是在台前，只是后来就是实在是活不下去才转到幕后。故事很好，我觉得，然后你的表演也很引人入胜。谢谢。就是然后又很喜欢你里面的很多比喻，什么楼房倒过来呀，然后地铁啊、电梯啊，就是还让我会觉得还挺意外的。然后你说完之后吧，还会有一种那种。好像真的是有一种刚才庞博说的东北往事的感觉，就是会有一种几代人的一些情感在里面。一个老房子怎么去守护它，很好。还没拆呢？没有。多少年了？可能有个40年了吧。啊，我刚才我只听错了，我说在上海，我说这个价是哪儿来？谁还干编剧？这很有意思，引人入胜。谢谢老师。我是觉得很多东北籍的脱口秀演员，他们的文本自带一种文学气息，尤其最后一句我非常喜欢。你说你爸爸蹲在那个墙角说，这还真是一地泡沫呀。它就是一部电影，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危房之间这可能过去30年的故事。
有画面、有情节、有人物、有对白，完全可以拍成一部像东北三杰的那个文学气息，我觉得很浓，特别好。那让雪琴跟咱们东北三杰有空带个话，如果他们在做电影或者做什么的，我们这儿也有一位优秀的。像我这么好使一样，给你带着我。我先许一下是吧？编剧这个职业是真熬人。去年我感觉你就是编剧，就是放躺下的脱口秀演员。我跟你们说一下我这个内心感受，我坐这个位置这个角度，我老觉得我为什么会有一个别样的感觉？因为你出来的时候，你这侧面好像广志啊。是的，看到。关键是你一张嘴，你说话又很像齐墨。我们请川池先来到休息区。下一组演员一定会有压力，但为什么要说下一组？因为谷雨就是去年来过的漫才组合，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表演呢？掌声有请！大家好，好方舟，大家好，我是赵小鹏，我们是谷雨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是这一赛段最后一组漫才，好好给大家演一段，好吗，朋友们？好好演一段，哎，好好演一段。你有什么想演的吗？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影视作品叫《哈利波特》。哎，我就很想体验一下去这个学校上学的感觉，能不能陪我演这个？哦，就从那个猫头鹰给我送录取通知书开始。猫头鹰给你送录取通知书，就从这儿开始，就从这儿开始。OK。喂，你好，通知书给你放快递柜了。猫头鹰放快递柜了。不是，你是个鸟，你放什么快递柜啊？我是猫头鹰，我是个鸟。哎，那我给你放菜鸟驿站。鸟就放菜鸟了。风就放蜂巢是吧你？不是，我意思是你是个鸟，你飞过来给我送过来就行了。哦，飞着送到你面前是吧？同学你好，哎，我们这儿有好多封这个录取通知书，哪一个是你的呀？我看看哈，我们这儿有这个北京大学的、清华大学的、复旦大学的，还有一个是什么魔法学院的，哪个是你的呀？那个，北京大学是我的，北京大学是我的啊，来自北京大学的李雪琴同学。李雪琴呐！哎呀，不是，你这通知书上面有名字是吧？哦，对啊，有名的，有名的你不知道哪个是我的？哎，那个魔法学院是我的。哦，这个魔法职业技术学院是你的。魔法技校啊！不是，别人全名叫霍格沃茨魔法学院，哪学不一样？上学去吧。哎，行，那我记得上学之前要先买一根魔杖。欢迎光临魔杖店，请随意挑选。咱这有什么魔杖？哦，同学，我们这儿卖的最好的魔杖是这一款。哦，魔法与科学的结合，全新的智能魔杖，简称智障，自己留着用。自己留着用，我觉得特别搭你。你试一下这支。哎，这个看起来跟电影里面很像。哎，我就要这个了。哎，同学啊，我们今天这个买一赠一，魔杖也搞买一赠一。啊，不是，你扫一下我们这个魔法二维码，邀请3位新巫师帮你砍2棍。魔多多。有了解过？哎呀，别整这些了，我觉得这魔杖不错，我准备拿了就上学去了。哎，同学，哎，新生入学可以带只自己的魔法宠物，有了解过吗？魔法宠物我了解的，什么猫啊、猫头鹰、蟾蜍，什么很神奇的。校长已经把你的给安排好了。哦，它的头是魔法生物最神秘的羊头。哦，羊头。它的尾巴是攻击力最强的蝎子尾。哦，同学，拿好你的羊蝎子。羊蝎子。魔法宠物是魔法食物呀，多乖呀！哎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上学去了。各位刚入学的同学们，大家这边排好队。哦，长头发老头应该是我们校长。格兰芬多。哦，分院帽分学院，我也看过这一段。斯莱特林。哦，斯莱特林，我也想去这个学院，看看我给分哪个学院。播音主持。播音主持了。恭喜你哈！播音主持的好，
我为什么是播音主持的呀？哦，同学，你报我们魔法学院的时候，是不是勾选了这个服从调剂了？你服从调剂调有的学院呀，魔法学院哪来的播音主持啊？这2年学院专升本，我们扩招了一批艺术生。真是魔法技校哎，这校长哎，那你让我回去上课吧。上课哎，学点魔法什么的。同学们，哎，咱们这节上魔咒课。哦，要学施法了。今天老师教给大家的咒语是漂浮咒。哦，漂浮咒。这个咒语可以让东西升起来。哦，升起来。注意老师的手势。起，落，起，落。大家再注意了，起。哎，老师，我怎么没注意到是什么东西升起来呢？老师的血压。血压呀！另外，老师在起的时候不要打断老师落，老师落。上个课给老师上死了。班长先带上自习。魔法学院上自习，不应该有个什么代课老师之类的吗？整个3楼就咱班最乱。你是个中国老师，你是？咱们这节上我的魔药课。哦，要制药了。大家把制药的那个大干锅都拿出来。大干锅给拿出来。跟着老师的指令，往干锅里面加入干蛇皮、磨碎的蛇牙，熄火之后再加入豪猪刺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魔药布洛芬。布洛芬啊！不是老师，这不是现实世界的药吗？可能有同学这时候就会问了，老师，这不是现实世界药吗？有病啊！大家注意了啊！魔药布洛芬跟现实世界的不一样，可以走医保，完全一样。哎呀，老师，你有没有点真才实学教一下呀？时间来不及了，黑巫师已经打到学校门口了。来了，对，同学，该你保护学校了，上。该我保护学校了。我一个大一新生。那现在整个学校只有你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哎呀，那硬着头皮上吧。你就是黑巫师，同学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哪个学院的？你别管我是哪个学院的，今天只要我在这儿，你就休想得逞。播音主持被他听出来了，被他听出来了，再用这说话，如此小众的学院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怎么知道的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学长、学弟。但我不管你是学长学弟，今天只要我在这儿，你就休想伤害我的老师和同学。那就别怪学长心狠手辣了。阿瓦达出牛气！想不到吧？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也学了一些魔咒。魔杖飞来。想不到吧？我也看过电影。黑巫师也看电影学的。废话少说，受死吧！阿瓦达出你武器！想不到吧？我的魔杖是买1赠1的。多亏了有3位新巫师帮我砍2棍呀！你有魔杖又能怎么样？你今天刚上学，你不会任何魔法。那今天最后赢的人。什么东西蛰我？一半是羊，一半是蝎子。是羊蝎子！羊蝎子，你立功了，羊蝎子！羊蝎子，校长，你来了，校长。同学，你真的把黑巫师干掉了？对，我干掉了。你以后就是我们学校的英雄了。太好了，我们要把你的名字刻在学校大门上，让所有人都记住这3个字。好方舟，羊蝎子。哎，哪个名字呀？够了吧？你谢大家。饭才回来了！血压下来了吗？落，我看你俩出这个门就是
漫画式的那种踹开的。对对对，太开心了，太激动了。我们这次回来真的太高兴了，是的，太高兴了，是的，因为有这么多漫才，我们的好朋友，包括那个建国和雪琴两位老师，然后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大哥肉食动物，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好朋友安全出口已经在待用区了，特别开心。我们今年节目有4组漫才，好像我记得你们没有什么节目有过4组漫才。哦，我太喜欢了，真的有自己特别鲜明的风格。你们俩在一起，1+1大于2，非常完美的。谢谢。鲁豫老师说你2，说咱俩2，说咱俩2。然后每一个人物最后能够回来连在一起，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。我非常喜欢这一段。一开始我认为我可能会不会进不去，因为它不是我最熟悉的电影跟人物，但是活灵活现。我准备再重新去看一遍《哈利波特》。哇，谢谢。漫才确实是它挺难的，既要考编的能力、说的能力，而且还有表演能力。漫才在整体来说算是一个相对小的一个种类，所以说真的是希望就是说题材越多元化。哦，对，我们也要说一句，感谢您去年邀请我们去那个里边戏剧节，虽然不是您本人邀请的。哎呀，真是，就当是黄老师邀请的。哦，我以后就对外这么说了。他就是我邀请的。哦，谢谢。所以说这个欢迎大家夏天去青岛，谢谢。谢谢黄渤老师。你们也是来风的？对，我是来风的。来风是专做这个漫才赛道是吗？是因为肉食动物就是国内第一组被大家熟知的漫才，然后大家就会学习模仿肉食动物，然后学习的人多了，大家互相沟通一下，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漫才来做漫才。我们今年有一个特别大的希望，就是我们希望今年节目播完之后，我们再走进线下小剧场的时候，不用再主持人介绍什么是漫才了。对。你们吐槽那个播音主持，因为我是播音主持专业的。对不起。没有，就是你们会在很多的角落有一些小包袱，还是会引起共鸣，还是会让我们发笑。而且小凡的声音太有那个译制片的感觉了。不会，你是播音主持吧？我个人观感啊，我甚至认为漫才和 sketch 的距离要比脱口秀还要近。是因为你们表演性质比较多嘛，脱口秀可能听的很多是表达，所以说咱们节目之前有很多漫才，其实包括你们去年来的时候也没有收获到像今天这样如此大的成功，所以我觉得首先得感谢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其次还得感谢你们俩自己，就是你怎么有这么旺盛的生命力？我们就希望漫才可能是我们和更多人的一个乐园，希望在入口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名字，看到这2个字，让大家都记住。肉食，你刻咱俩名字，先记住肉食嘛，真的很容易误解成一家餐馆啊。3组都很棒，我们把岳明和川池也请回舞台中央。激烈的竞争，积分组不约而同都是4票的满票，观众朋友会给这个对决什么样的结果？我们请看大屏幕。我们恭喜谷雨直接晋级。快去2楼拥抱肉食动物吧！哎，晃晃好像都哭了哎，好感动。咋了，晃晃？没事。哦，哎呦，说实话，那是我第一次想要哭。我认识他，几年了？19到现在7年。7、8年了吧？我应该是见你第一次哭啊。就说说吧。其实，我当时是这样的，当时是他踩到你脚了。当时我突然之间想到了我们当年在漫咖啡写稿的那个场景，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大家讲漫才的人没有几个坚持下来了，就瞬间我就上头了，就觉得说，就是坚持了这么多年，就是没有白坚持吧。对，终于有这么3组漫才在同一个节目上出现了，来回移动。他们冲出来的那一刻，你会感觉到，你感觉今年有可能是一个漫才的夏天，尤其是那个郝方舟出来，他跳起来，然后
飞踢的一脚的时候，当时真的鼻子有点酸了，我能看到一个很努力的胖子。啪一脚踹开了中国漫才的大门。王灿说谷雨演的时候他都快哭了，谷雨一直接晋级，他眼泪马上没了。恭喜谷雨直接晋级！哇！他不来，他晋级去了。我不同意，我不接受这个结果。就是他可以晋级，我会为他开心，但他不能直接晋级。得坐我旁边，然后咱一起晋级。他过来之后，我在什么机位下，以什么角度拥抱他们，说什么话我都想好了。对他就是他181那个数字显示出来那一刻，我脑子完全乱了。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幕发生。这么精彩的表演，这么精彩的对决，我想哪怕朋友们触景生情，流了眼泪，也是开心的眼泪。我们就让这个开心继续下去，好不好？提醒所有朋友，尤其是备战间的朋友，接下来要开启的是我们顺位表演中的最后一组。如果没有办法加入这组对决的话，所有朋友都将进入最后的车轮战。而马上要登场的是陪伴了我们3季的老演员，因为他的段子让我们社会中很多无障碍设施的问题得到了改善，功德每天都在加一，让我们掌声有请黑灯。最意想不到，黑灯吧，我不知道他们还要来。没有想到的还是黑灯吧，我觉得灯哥已经完全在这个节目上证明过自己。挺期待黑灯，我知道他今年可能不会动他的专场，会做这种快速创作。就是遇到了一些重大事件，感觉得借助咱们这个大平台